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反社会人格那种。亲手把妹妹卖给了个癖好重口的老男人，顺手抢了他从小就订婚的未婚夫，还把爸妈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公司亲手拆得四分五裂。这一切都是我一步步计划好的，可偏偏所有人对我赞不绝口，甚至还被警察亲自送了面锦旗。至于木木，他浑身上下只剩几块破布，却激动地紧紧抓住我不放，眼神疯狂地说：“这里躺着的应该是你，不是我。”我面不改色，淡淡一笑，轻轻拖开他的手，指尖点在唇边，笑着说：“嘘，别说话。”他看起来像是被我唬住了，满脸震惊和茫然。就在他愣神的瞬间，我突然抓起旁边的花瓶，毫不犹豫地朝自己头上狠狠砸了下去。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我的亲生父母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反而慌忙用身上的外套紧紧抱住了苏木木。妹妹，对不起，是姐姐莫能保护好你。我痛苦地哭泣，泪水与鲜血交织，滴在我的衣服上。妈妈慌张地问着：“月月，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妹妹她……”我随手指向躺在地上已经昏迷不醒的老男人：“妈，对不起，木木她被人……”话还没说完，他们已经瘫坐在地上，满脸惊恐，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话还没说完，爸爸瞬间站起来，满脸怒火，直接一耳光狠狠甩在他脸上。爸爸怒斥道：“你姐姐为了你都受伤了，你怎么还能说这种话？”我捂着头上的伤口，慢慢站了起来，委屈的低声说：“爸，没事的，我才刚回来，妹妹不想认我，也是应该的。”说着，我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煞白，死死盯着我的亲生父母。我们家是不是要破产了？妈妈脸色瞬间大变，与爸爸对视了一眼，声音颤抖：“月月，是我们对不起你，这件事谁也别再提了。”我沉默了片刻，乖巧地点了点头。而苏木木还在歇斯底里地嘶吼着，猛地将我们推开，结果再度迎来一记耳光。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我们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他还想反抗，却被爸爸一脚踹倒在地，那一下看着就疼得厉害。我轻轻摸了摸头上已经干涸的血迹，无声地勾起嘴角，走上前去，满眼关切地扶起妹妹，贴心地为她重新披上衣服。我靠近她耳边，轻声耳语：“妹妹，初次见面，送你的见面礼还喜欢吗？”她的脸瞬间变得煞白：“月月，别管她了，她是自作自受，我先带你去医院吧。”妈妈温柔地拉过我，连看都莫看倒在地上的苏木木一眼。我皱了皱眉，低声嘶了一下：“还真有点疼呢。妹妹，姐姐先去医院了，这里就让爸爸照顾你吧。”我满脸伤心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跟着妈妈离开了这个兴趣包间。走的时候，我敏锐地注意到妈妈眼中那抹未能掩住的恨意。啊，我们都在演戏。几个小时前，他们商量好的，原本被送进包间的人，其实是我。只不过，我恰好提前听到了他们完美的计划。刚巧我想到，既然回到这个家，自然得送他们一份大礼。至于这份礼物他们喜不喜欢，跟我无关，反正我喜欢的可行不通，毕竟大家都需要，对吧？在去医院的路上，妈妈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神中透着些许不寻常。月月，你是怎么从大山里逃出来的？我捂着脑袋，痛苦地抱住她，声音颤抖：“妈妈，是警察叔叔救了我，不然我永远也无法离开那里。”我说着，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妈妈立刻转变了语气，痛哭着抱住我，似乎十分心疼。但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我的眼神却变得异常冰冷。她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很早之前，我就在人贩子口中听过她的名字，她可是想要我永远待在大山里，甚至死在那里。我妈自然也不是被警察救出来的。那天，我在他们的饭里放了一些过期的老鼠药，趁着黑夜，顺上一辆来送货的车逃了出去。擦肩而过时，我看见一辆辆警车在黑夜里呼啸而过。当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来，这也太可笑了。我渐渐意识到，能依赖的只有自己。我费尽力气，终于从那个地狱般的地方逃了出来。下一步自然是让他们付出代价。慢慢的，刀子割起肉来才疼呢。到了医院，我在妈妈的关怀下去包扎了伤口。趁着她去打电话的空档，我慢慢的欣赏着苏木木光裸的照片，并且把这些绝妙的照片，我把这些好东西发到了某个记者的邮箱里。怎么能让我一个人欣赏呢？大家一起看才更有意思嘛。第二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房间外传来拳打脚踢的声音，似乎有人在大闹。妈妈气急败坏地叫着：“完了完了，我们苏家全被你给毁了！”爸爸怒吼：“这还真是你养的好女儿，看看这些照片，真是恶心！”苏木木痛苦地哀求：“爸爸，我错了，
求求你，别打了，别打了。听着这场令人愉悦的闹剧，我心情不错，洗漱了一番。出来后还好心替苏木木辩护，爸爸，别怪妹妹了，她也不是故意的。我柔弱地护住身边的人，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苏木木疯狂地挣扎着，像个疯婆子一样咬住我。都是你，魏时魔不死在外面，贱人，你魏时魔还要回来。我心痛地与他争执着，不是，妹妹，你误会我了。趁他不注意，我猛地推了他一把，他瞬间顺着楼梯滚了下去。我面无表情地站在楼梯口，冷冷地看着身边的人，心中却在暗自思索着接下来的计划。我抢着去抓住他们的宝贝女儿，无意中力气使得有点大，毕竟在山里做活久了，手上的力气真的控制不住。随后，昏迷过去的苏木木被送去了医院，我心中暗自得意，计划正逐步实现。同时，各种铺天盖地的惊人新闻接踵而至，苏家的公司股票大幅下跌，与苏家订婚的傅家也随即解除婚约。更糟糕的是，那位记者上门威胁我的父母，要求裸照的巨额封口费，如果苏家不付钱，更多更劲爆的照片将会流出。实在无计可施，他们只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交易，当然，那笔钱最后还是落进了我的口袋里。如果他们知道真相，怕是要气死了。拿到照片后，这场风波在苏家的强力压制下终于平息了。但是在这个豪门圈子里，谁又能真正保守秘密呢？苏家的丑闻如同利刃，刺着他们的脊梁骨。苏家早已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我的父母整天焦头烂额，忙着应对各种压力，谁也没心思去管仍躺在医院的苏木木。甚至一听到苏木木的名字，他们的脸色就阴沉的惊人。我一脸体贴地挽着他的胳膊，目光却在他面前愣愣地盯着邀请函。妈妈，过几天的宴会我陪你去吧。要是按照以往的记忆，应该是苏木木和他一起去的，但现在只有我了。对他来说，我是唯一的选择。妈妈无奈地点了点头，随后和我一起挑选礼服，似乎心中也有些不情愿。在随后的宴会上，我穿着一身米白色端庄的礼服，宛如名门淑女，优雅动人，站在那里赏心悦目。宴会当天，我的大方得体的举止和进退有度的谈吐赢得了许多人的注目，意外地弹奏出一首动人的钢琴曲，令所有人赞叹不已。一些豪门公子前来攀谈搭讪，还有一些夫人热情拉拢。我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兴高采烈地向他人介绍我的身份。她一脸认真地告诉大家，我是苏木木出生前被他们收养的孩子，后来被拐卖，这才被救了回来。对于这个半真半假的身份，大家似乎都深信不疑。我没有说话，只是乖巧地配合着，在一声声唏嘘感叹中微笑着看着他们。随后，像是一个个惊喜送到我父母的身边，各种宴会邀约接踵而至。我这个苏家大小姐的名声已经超越了从前的苏木木，苏家的公司也在慢慢好转，生意越做越兴隆。而我的父母看我的眼神越发变得慈祥和善，似乎对我充满了期许与喜爱。1个月后，苏木木坐着轮椅出院，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看起来并不是很严重。但在我吃早餐的时候，他那愤恨的眼神几乎粘在了我的身上，透着不满与怨恨。管家帮我端了一杯牛奶，站在一旁恭敬地说着：“小姐，晚宴的礼服已经放在房间里了。”我优雅地拿起餐巾，只擦了擦嘴，轻轻点了点头，心中却暗自计划着接下来的行动。我端起牛奶，坐在沙发的客厅里，完全不打算搭理他。电视打开，音量调到最大，播放着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吵闹的笑声和幼稚的音乐回荡在整个空荡的客厅里。其他人都一脸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这种行为。他冷冷地嘲讽着，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姐姐，莫想到你的爱好这么独特，果然是从山里出来的，没有一点规矩和教养。”苏木木驱动着轮椅，嘲讽地死死盯着我，眼神中的怨恨彷佛要从我身上撕下一块血肉来。我拿起一包干脆面，当着他的面若无其事地吃起来，一不小心，我把整包碎渣全部撒在了苏木木的身上，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妹妹，对不起呀，手滑了。你这么有教养，肯定会原谅我的，对吗？”苏木木狼狈不堪，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怒火中烧地盯着我。忽然，他委屈地撇了下嘴，满眼泪水看向我：“姐姐，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的，我原谅你了。”我扯了一下嘴角，无意中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身影，心中不禁一动。哦，原来也学着我在演戏呀！我笑着，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让管家给我拿了一大堆零食。苏木木似乎愣住了，片刻之后，他又热切地和我说话。我一抬手，
他连带着轮椅被推翻在地。姐姐你，他尖叫着，推开要扶他起来的管家，一只手不敢相信地指向我，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可置信。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像什么鬼样子，送二小姐回房间。爸爸一脸不耐烦地吩咐着。仆人强硬地拉起苏木木，甚至在他满脸泪水和痛苦地告诉他所谓的事实时，我从爸爸的眼里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嫌弃。反倒是我帮助仆人小心翼翼地搀扶起苏木木，还拍了拍他身上的碎屑，面带微笑。我轻声在他耳边说道：“这次是故意的哦。”轻快地说着，完全不在乎某个快要把我杀了的眼神。这时，一脸开心的妈妈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妈妈，妈妈！我朝她招手，脸上洋溢着笑容。妈妈，妈妈，救救我！苏木木用尽全力在嘶吼，还拼命拖着，力气之大，让拖着她回房间的仆人都吓了一跳。面对苏木木的求救，妈妈像是看见了精神病人一样，躲在了我的身后。月月，你妹妹怎么回事啊？难道上次还伤了脑子吗？我平静地笑着回答，顺手接过了妈妈手里的东西，解释道：“大概是我的原因，我不小心把零食撒到了妹妹身上，她好像生气了。”我努力回忆着电视剧里白莲花的样子，脸不红心不跳地扮演着。妈妈露出了不耐烦的眼神，那眼神中透着厌恶。苏木木，学学你姐姐，大方得体，别像个泼妇一样惹人厌。妈妈的语气中充满了不满。之前的事情已经搞得我们苏家声名狼藉了，这段时间还多亏了你姐姐，我们才挽回了一些面子。说完，妈妈从一个精美的礼装盒里拿出了一条银白色的手链。月月，这是妈妈特意给你挑的，正好可以遮住那个伤疤。之前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旁边，爸爸也在一旁使劲附和。我没说话，低眸瞥了一眼我手腕上自杀过的痕迹，深深的一道印子。当时的我该是多么的绝望，逃了很多次，每次被抓回来后都会挨一顿毒打，让我完全无法再想到任何能离开的手段。回神片刻，我满脸笑容地接过他们手里的手链，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我注意到他们重重松了一口气，这次他们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从前那种算计，取而代之的是对我的关心和信任。我们就像是一家最为相亲相爱的家庭，但只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早已忘记了曾经疼爱的小女儿，反而对我有求必应，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利益罢了。月月，上次你说的那个股票到底有什么小道消息呀？对了，还有你爸爸公司的事情，你一定要帮帮他。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我甚至对着我的好妹妹比了个手势，心里暗想，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我微笑着，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心中默念，希望你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苏木木一脸失魂落魄，嘴边喃喃念叨着什么，整个人瘫软在地，根本没有反抗，任由几个仆人把他拖拉到2楼的房间。晚宴上，我穿上了一件后背镂空的礼服，浅蓝色包臀鱼尾晚礼服，后背露出的肌肤上隐约可见一只栩栩如生飞舞的银色蝴蝶，这正是我逃出来之后在原本的伤疤上纹的纹身。对我来说，这象征着重生和希望。过去那些无数黑暗的日子，我常幻想自己像只蝴蝶，能逃出大山，但却遥遥无期，依然困在这片无光的地狱中。月月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旁边的爸爸关切地望着我，声音如同晨曦般温暖，把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我淡淡一笑，轻拍他的手，示意我没事。我发现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我身上，那些豪门公子甚至在舞会开始之前就一个接一个的过来邀请我跳舞，他们的眼神热切的有些吓人。我逐个回绝，毫不留情。在休息区，我慢悠悠地端起一杯橙汁，悠闲地品味着。在这段空档中，我瞥见了我的爸爸，他正热切地交际应酬，话语间不时地炫耀着我，像是把我当成了他的杰作，似乎很开心找到了这个女儿。但他忘记了什么？忘记了那个让他名声扫地的小女儿，只记得这个刚从山里逃出被拐卖过的大女儿。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看来他还沉浸在我给他准备的惊喜中。谁能想到，眼里本该粗鄙低贱的女儿，竟然帮他解决了公司的危机。举手投足之间，优雅的谈吐无不显示着我的精明和能力。比起他，我更适合这个吃人的圈子，带给他的远比苏木木多。于是在这虚幻的利益面前，他做足了父亲该有的样子。我们成为了这个圈子中最让人感动的一家人。你就是苏月吗？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听说你被拐卖过。果然，身上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一个模样甜美的女孩忽然出现，她那可爱的脸蛋却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接着，她突然将一杯红酒毫不留情地倒在了我的头上。瞬间，我愣住了，浑身湿漉漉的感觉让我格外不爽，心中一股怒火隐隐燃起。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立刻端起桌上的饮料，果断地将它泼在他身上，冷冷地盯着他。我一步上前，猛地拽紧他的头发，逼近他的脸。你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看着我，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双目对视之间，我的笑容没有一点温度，缓缓逼问他：很好玩吗？如果你被拐卖到大山里，还能说出这样恶毒的话吗？这个娇滴滴的大小姐，我可不是好惹的。说着，我拽着她的头发，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她整个人被扇倒在地，一边的脸颊立刻红肿起来。这时，周围的人已经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低声窃窃私语着看向我们。我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慢慢摆弄着礼服，优雅地走过去，蹲下身来，一只手紧紧握着贴身的小刀，在他的脖颈处轻轻划来划去。亲爱的，我想你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会对你做出什么。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一些劝架的人已经围了上来，试图让我们分开。宝贝女儿怎么了？是他欺负你了吗？一个中年男人心疼地扶起倒在地上的女孩，满脸恨意地盯着我。那个女孩彷佛被我吓到了，连忙使劲摇头。爸爸，我没事，我应该向这位姐姐道歉，是我把酒洒到她身上的。说完，他突然捂着脸慌忙逃出人群，他的高跟鞋在逃跑的过程中掉了一只，真是狼狈的让人想笑。我的爸爸站在一旁，眼神微妙，似乎在算计着什么。白总，小孩子之间的打闹而已，月月，先去换衣服吧。爸爸拉了我一把，把身上的西服递给我。我随意瞥了一眼他们，披上西服就往2楼的休息间走去。这些宴会真是无聊，硬是要我玩些不一样的游戏。换好衣服后，当我走到楼梯的转角处，竟然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哎，富哥，你看到莫？刚才那个可是你前未婚妻的姐姐，听说了吗？她刚回到苏家，这几天风头正劲，我妈还挺喜欢她的，还一直让我邀请她来家里做客呢。话音刚落，我整理了一下刚换上的礼服，朝她走了上去，心里不禁暗想，原来是妹夫啊。哦，不是前妹夫。我朝富朝走去，心情大好的打了招呼。其他人见状，立刻脸红得像苹果，甚至磕磕巴巴不知道说些什么。在他们震惊的中，我突然逼近他，俯身亲了他的嘴角，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连冷漠寡淡的富朝也露出了几乎要撕裂的表情。看着他的反应，我不禁笑了。妹夫说真的，我还挺喜欢你的，完全不在乎他们那副狰狞的表情。我微笑着对他们摆了摆手。突然，富朝竟然嘶哑着嗓子叫住了我：苏月，我们之前见过吗？我愣了一下，停住脚步思考了一下，我笑着回答：见过呀。没想到这天之后，富朝竟然主动来我家找我，约会、追求，各种大胆招摇的事情一应俱全。他这位富大少爷办事可是非常熟练。让人惊讶的是，富家竟然再次和苏家联姻了，不过这次的联姻对象却换成了我爸。我的父母乐得几乎把我当祖宗供起来。要知道苏家和富家能再次攀上关系，对于苏家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我心里也乐开了花，享受着复仇的同时，还能吸引这位颜值和身材都算一流的少爷追求。想想我们约会的时候，这个纯情的大少爷明明害羞的要命，耳朵红透了，却依然一脸淡定地继续吻着我。可是，一次意外，他瞥见了我手腕上的伤疤，那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种他的反应，却还是没想到他竟然哭了，紧紧抱住我，泣不成声的样子让我忍不住想笑。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听到这句话，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心里闪过一丝不安，仿佛他察觉到了什么。可他怎么会知道呢？不过，就算知道，一切也很快就会结束。月月，我爱你，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你身后。富朝突然又向我表白，他深情的目光仿佛要把我整个吸进去。我忽然感到一丝心虚，不敢直视他的眼神。我知道了，富朝，我们订婚吧。我说出这句早已在心中坚定的话，心里明白他不会拒绝。果然，他痛快地答应了我。随着盛大的订婚宴的举行，我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超出我的预期。他开始让我进公司上班，他将一部分股份转让给我，甚至慢慢开始教给我一些管理公司的技巧。
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将来我会接手父亲的公司，大家也都一口一口的叫我大小姐，叫得相当熟练。却没想到有一天，蒸蒸日上的公司突然出现了问题。我的爸爸急匆匆地找到我，焦急地说：“月月，求求你帮我找夫家，让他们帮帮我，否则苏家就完了。”我笑着满口答应，心里却已经默默计划着。转身，我立刻打了一通匿名的举报电话。片刻之后，警车呼啸而至，连忙开来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停在公司后门。我慌忙告诉爸爸：“爸，警察来了，我们快点跑！”我悄悄地把一把水果刀放进口袋，心中暗想，一切终于要结束了。不久，我的爸爸灰头土脸地从消防通道跑了出来，急忙坐上我的车。我灵巧地躲避了公司前面众多警察的视线。路上，他慌乱地订着逃往国外的机票，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所有账户都已经被冻结。爸爸，别着急，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等机会来了，我们一家人就能逃出去。我笑着安慰他，妈妈和妹妹早就被我安排妥当，根本不用担心。我这些漏洞百出的话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似乎把我当成了最后的希望，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很快，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当我带着他走上一家废弃工厂的天台时，他看到被我绑起来的妈妈和苏木木，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恐，心里似乎开始意识到不对劲的地方。一切都是你搞的鬼！爸爸震惊地看着我，眼中流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或许他从未想过，这一切竟是我在操控。月月，你疯了吗？你下手毁了苏家，等于也是毁了你。难道你还在恨我们吗？月月，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当初你被拐卖，我和妈妈也非常伤心，我们找了你很久很久。他情绪激动地说着，急切地摇着我的胳膊，似乎想要感化我。另一边，苏木木也在大声哭喊：“姐姐，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针对你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们可是家人啊！”我的爸爸趁机又跪在我的面前，声泪俱下的求饶：“月月，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啊！”我听了他的话，瞥了一眼远处早已隐秘安放的摄像头。很快，我又不着痕迹地收回了视线，嘲讽地看着他们这一家人。走过去，我先问了一句：“始终不求饶的妈妈，妈妈，他们都在求我，你呢？怎么不说话？”妈妈的头发凌乱披散，像是已经快要疯了。我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暗想：哦，是我之前那些话，难道刺激到他了吗？天哪，那还真是我的荣幸，这都是报应啊，都是报应！我的妈妈突然疯了一般的大声嘶吼，听着这场吵闹声，我毫不犹豫地给了她一巴掌。苏木木受到刺激，打了个哆嗦，惊恐又愤怒地盯着我：“姐姐，她是我们的妈妈呀，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听了这话，控制不住地笑得前仰后合：“姐姐，我可没有妹妹啊，我们家始终就只有我一个女儿。”话一出，我的爸爸脸色突然变了，站起身走上前，凶神恶煞的一把掐住我的手腕：“你不是苏月，你到底是谁？”我笑了笑，猛地一把挣脱他的手，语气中带着讽刺：“爸爸，你在害怕什么呀？我就是苏月呀，那你们又是谁呢？”我步步紧逼，偷偷拿出了手里的匕首，藏在了袖子里，顶替了他们的身份，霸占了我的家。你在害怕什么呀？我冷笑着，眼神里满是嘲讽：“坏事做多了怕遭报应吗？当你偷偷用着苏家的幌子拐卖那些孩子的时候，有想到报应吗？”我继续逼近，语气越发尖锐：“你以为把我送给你的那些同伙，所有的罪证就会烟消云散了？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我还记得你们丑恶的嘴脸呀！我的亲生父母只是在旅游的路上，好心救了一对受伤的夫妻，谁能想到，这一对看似可怜的老实人，竟然是人贩子的头头。他们合伙杀了我的父母，还把发着高烧的我卖到了山里。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我父母死去时，紧紧护住我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他们拼尽最后的力气，却仍然没能把我从这对恶魔手里抢过来。离开的那一刻，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这对父母杀死，埋在山脚下。从大山里好不容易逃出来，回到苏家的日子，我拼命收集着他们的罪证。可笑的是，他们竟然真的光明正大的利用着苏家公司这个幌子，继续从事着贩卖人口的勾当，踩着别人的血肉来喂养自己。那些被拐卖的孩子，他们的家人该有多痛心啊！在黑暗中，他们又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而那些孩子的名单，就藏在公司里最隐秘又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平日里以慈善为名的苏家，背地里却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他们披着伪善的羊皮，却实际上是一头头恶狼，任意撕咬着无辜的人。每天与他们相处，都让我无比厌恶。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却没有人惩罚他们。那我就成为刽子手，代替公正，成为他们的永恒噩梦。我心中暗想，握着匕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我一副要与他同归于尽的模样。在最后那一刻，我瞥向摄像头的方向，他们所有人应该已经明白真相吧？刚才的对话都用手机直播将一切发了出去，还特意用了苏毅的官方账号。仔细想想，这个时候那些警察应该也找到了我特意放在办公室的被拐孩子名单吧？苏月，你早该和你那对烂好人的父母一同埋葬在那座山里了。我把你送进了大山，谁能想到你竟然还能逃出来？还记得这么多，今天就算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露出真面目的男人朝我扑来，我迅速闪避，转身的瞬间，猛地掏出那把匕首。他凶狠的眼神呆滞了一瞬，想要抢过那把匕首。我嘴角勾起一抹笑，用背面捅向他，刀口始终朝向我，借助他扑来的力道。他亲手把匕首捅进我的腹部，因为靠近天台边缘的位置有些偏僻，所有人都能看到是他亲手杀了我。浓烈的血腥味充斥着我的鼻尖，我任由自己往后倒去。我知道今天我会死去，这本来就是我的打算。我要用我的死让这把火燃烧得更高，看着他们被判死刑，遭受所有人的诟病，就算死后也要永堕18层地狱，不得轮回。月月，快拉住我！四周突然传来阵阵警鸣，一个熟悉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我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紧紧拉着我的人。傅朝，他怎么在这？在其他警员的配合下，我被迅速拉上了担架，守在一旁的医护人员立刻行动，把我送了下去。傅朝满脸担忧，紧紧握着我的手。傅朝，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了？我苦笑着看向他，早该发现的。在他不顾一切大胆追求我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他早就认出了我，认出了那个小时候总跟在他屁股后面叫他哥哥的小妹妹。苏木木不过是个冒牌货，他占用了我的身份，改了我的名字，以为能取代我的人生。可我还是从地狱逃出来了。直到见到你的那天，我就知道，苏家虽然说你是被收养的孩子，但怎么可能那么巧，你还是用了以前的那个名字，而且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熟悉。我笑出了眼泪，费尽全力撕扯的伤口，紧紧抱住了他。傅朝，我爱你。他回过神，在那些医护人员感动的视线中，也紧紧抱住了我。我也爱你。住院不久，我就收到了法院的通知，他们被判处死刑了。而苏木木因不知情，虽然被放了出来，却只能像一只阴暗的老鼠生活，替他的父母偿还一切，背负一辈子的骂名。另外，他们的同伙也被警察一网打尽，一些还活着的孩子根据名单被一个个送回了家。他们的父母不时来医院看我，警察和记者也来到我的病房，我的事迹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英雄。警察亲自给我颁发了奖状，那些家属一起为我制作了锦旗。出院后，我回了苏家的宅子，彻底把所有的东西收拾一通，他们的痕迹一一被我抹除。这里是我的家，不是他们的复仇。时不时过来看我的父朝，总是担心我会真的去陪我的父母。我以前确实有这样想过，可我现在有了相伴一生的人，我还要把公司重新做起来，让苏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死去，我要好好活下去。他们行刑那天，我和傅朝一起去了墓园，我捧着一大束鲜花走到我父母的墓前。爸爸妈妈，我替你们报仇了。说完这话，我看到2只蝴蝶落在了墓碑前，泪水很快模糊了我的眼前。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回来看我了，他们知道我替他们报仇了。爸妈，我一定会照顾好月月一辈子，不让她受任何委屈。傅朝轻轻地擦去我眼角的泪水，誓言般地告诉我，离开墓园后，他直接开车带我回傅家。所有亲戚和父母见到我，几乎都红了眼眶。乖孩子，受苦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他们热情地说。我一时忍不住，眼睛酸涩，泪水再度滑落。这一路走来，真的太艰难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一丝光亮，却依然幸运地活了下来，为我父母报了仇。在傅朝的帮助下，我筹集了一笔钱，重新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以我父母的名字和姓氏组合而成。每年我会像以前的苏家一样，资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此外，我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寻找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几年后，这一切越做越大，因为我的名声也逐渐增强，成为人们信赖的品牌。最终，我和傅朝在某一天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所有的人都为我们的幸福而开心。